我们在看到很多人有修行，我发现他们都是年老了。我自己年老我自己也发现我很不好色了，我还以为我很有修，其实是我体能减退了，那并不一定代表我很有修行。我不好色，并不代表我很有修行。这一点呢，我到晚年突然间哑然失笑，说哈哈哈。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本次的主题是佛教徒的性观念。那这集呢，可能大家会觉得佛教要讲到性观念可能有点比较敏感，但是没有，我觉得大家生而为人就是要用非常健康的，这是正常的知识这样子。好，那为什么会有这集主题呢？其实是因为有很多有上了年纪的夫妻，或者是年轻夫妻，他们原本都是好好的正常的生活，可是呢，可能有一方开始学佛，或是有双方都开始学佛了之后呢，就不会再行房了啊。行房这个词有点文绉绉的，但是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粗俗一点讲，就是性生活。对，性生活就是打炮啊，对。那很多夫妻就是有一方或是双方开始学佛之后呢，就不再行房，不再打炮了。那通常如果只有一方开始学佛的话，另一方当然会觉得说，为什么原本好好的性生活，你一开始学佛之后就没有了呢？然后询问之后的理由呢，不外乎呢都是说佛教要持戒禁欲，或是他们可能觉得说行房这件事是不纯洁的，可能会对佛菩萨们不恭敬，甚至会影响自己修行的功德之类的。所以呢，今天这集就想要来厘清，就是佛教徒要有怎么样的性观念，然后也就是应该说来询问林老师这些事情。那关于性观念的这部分呢，当然有很多问题，所以我就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OK， 就是你现在就要进入到主题，第一题，我就让我也谈一下。好了，我们先让老师。我想这个是一个看起来不太讨喜，也不太讨好。对我个人来讲呢，来谈这个，我讲的太淋漓尽致了。那有的人跟我说，是不是不太正经？如果谈的呢，好像呢，这随便给你应付一下，他们觉得我孤陋寡闻啊。我想他比严肃了，枯燥。不过我们呢，希望呢，你刚刚讲过比较正面、比较健康的，那我希望他比较活泼一点。那你刚刚用到很多的词，我听了确实也是心惊胆跳。什么事？因为在我听起来，我那个时代，我这辈子都没用到你。我讲的是性生活、行房，你讲的另外那些打什么？对那我听了这非常的刺耳。不过呢，现在年轻人可能听起来你们不会觉得怎么样了。就是说呢，我呢，就是用的词句就跟你在这边可能不太一样。对。但是呢，我们的目的就是说，希望佛教徒要有正确的性观念。这点是我们这一集录制的主要的目的在这儿。没有错，无庸置疑的。好，为了老师听的不那么刺耳，我把所有打炮都换成性生活好了。OK， 没事。对，不是稍微提一下也是，因为给大部分的年轻人听呢。我想佛教徒里面的那个老修啊，就是呢非常有修行的那些人，可能他们听了以后赶快就会转台了，不一定了。尤其是这一集好，会听下去的应该就因为佛教在这边一直呢对这个都不敢去面对，不敢去正视，不敢呢公开来谈论。没错，我在几十年前其实就有提出这样的呼吁。真的假的？是几十年前，因为我觉得佛教基本上已经蛮封闭的，那加上我觉得华人的那个对于性观念能公开谈这件事，也是蛮不容易的。对，我知道。好，那我们就进入主题吧。我们先来问李老师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家人学佛就一定要放弃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吗？就是性生活。我想呢，首先我们要提到的，佛教呢认为我们这个世间，我们这个现在居住这个世界是属于欲界、欲望的世界。所谓的欲界就两种欲望，生在这个世界的众生就是不能离开这两种欲望。
也就是说，他因为有这2种欲望，他才投身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的。一个就饮食，他没有吃饭都会死，他常常呢肚子饿的时候想吃，这是饮食的欲望。第二就是性欲，就是呢，因为这个世间，那你知道宇宙里面的众生呢，在佛教里面呢，有些呢，他可能是只有单性的，他没有男女这样的一个差别，所以他没有这种所谓的性欲这样的这种困惑。像天人只要眼睛看一下，甚至于手握一下，他们已经完成任务了。他不要像我们这样的麻烦没有那么多步骤是那么简单。所以我们这个呢，所有的众生，而且是一个正常的众生，都离不开这2种欲望，一个是饮食，一个就是性欲。那么呢，我们再来，佛教对于性欲这种东西呢，在基本的5戒里面有所谓的淫戒，可是淫戒它加了一个叫不邪淫，加一个邪，邪就不正当的。那么不正当意思是讲，譬如说我们台湾现在它是属于，或是中国都是1夫1妻的，对不对？有的地方可能是准许3夫或是3妻的。那如果那样的国度，她就是嫁了3个丈夫，那么呢，跟娶了3个太太，也不算破戒，也不算邪淫。所以是看法律对，就是这是在家人。那么呢，出家人那就没有所谓的正淫跟邪淫，只有淫你就是呢不行错的。那么而且这样的犯这样的罪，在佛教里面就要逐出佛门了，永不入用了，永远不能再回来了。就犯戒嘛。是犯这个淫戒。那就是这种根本的大戒，你就不能再回来了。好，我们这是佛教的世界观这样。那所以再回到问题，就是在家人学佛就要放弃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吗？你要想看，我们现在以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来谈了。他呢虽然有求道的心，可是他爸爸只有他一个儿子，是对不对？所以呢，当然做父母的这千方百计。要赶快呢，让自己的儿子能结婚。像张学良就14、15岁，他就娶那个于凤至，那么19岁，对不对？娶，那就是做父亲的，就希望呢，赶快把这个孩子呢撮合，让他们能够传宗接代。释迦佛那个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他就结婚了，他就娶他的呢耶输陀罗，那么生下他的孩子叫罗活罗。这一点我讲这里是释迦佛他是有婚姻的，他还没有出家以前他是准许结婚的，他一定有他的性生活，要不然他怎么样能够生下他的罗活罗呢？他的孩子呢？当然现在有很多人他认为说呢，释迦佛呢，他并没有怎么样，他用很多的神通，用什么东西讲这种东西呢？那就是在佛教里面的这个不是在正史里边呢。你讲到正史，就是说呢，释迦牟尼一同就是跟我们这样同样是凡人呢，他没有什么特殊，他一样有正常的性生活，所以他才能够结婚生子，他才有儿子的活罗。就是他结婚的时候还没有幸福，但是他有求道的心。他有求道的心。对，所以他也是有在修行中，所以他同时结婚。他就是印度本来就很注重修行的一个国度了。当时印度有90多种我想应该是上百种了，几百种都有了，有名字的96种了。那么他们都注重修行所以释迦佛在那个印度那个国家一定有受到影响的。我所说的是说，释迦佛他最后成佛了，可是他前段他的结婚生子并没有影响他觉悟悟道，最后呢成就呢这种呢所谓的觉悟的大业。所以可以理解说，就是在家人学佛，他们有夫妻情欲的关系，对学佛的成就也是不会有影响的。是，再说了，我们现在的民法的规定呢，夫妻有同居的任务，那么用另外一种话讲，夫妻有行房的这样的责任，有这样的义务。所以我们做一个佛教徒，如果你不是出家人，那你永远你要记住，如果你没有善尽你的义务，
你的配偶就可以告你，这是很简单的。你要履行你的任务。如果你太太呢，或者你丈夫对你很慈悲，不忍心告你，可是他们会埋怨在心。这跟你的道心的什么坚定啊，道心的亲近啊，那无关。你既然结婚了，你就应该好好的做好你的工作。如果你要想出家，并无不可，但你要真正的有耐心、有爱心，对不对？来说服你的另一半，希望他放行，呢？放行就是放你去出家，跟你结束这种婚姻的关系。那这你就要好好努力。我认为你在说服你的另一半，让你能够出家，来成就你的道业，这一段你怎么样去说服？这一段也是修行。这一段也是修行智慧。如果你这一段没有做好，你后面那一段做得再好，我相信真正有理性的、真正很清楚的的这样的一个佛教徒，或是你的师长，也不会认同的。了解。可是我想很多在家人学佛了之后就放弃夫妻情欲关系，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行房这件事对佛菩萨还不恭敬，其实有点盲目的恭敬这种感觉啦。我做一个在家人，我自己也有2段的婚姻，我认为性生活是很纯洁的，它出自于自然的，因为你不会带点任何的勉强。那么呢，我也可以这样讲，可能很多人不会认同。我认为性生活是很愉悦的，可以促进感情，夫妻之间的感情，可以增加那么亲子之间也会。你想，如果你在生小孩的那个前段，所谓的性生活的时候，你是用勉强的、怨恨的、不甘不愿的，你将来生下那个孩子，你会很喜欢他吗？所以我个人是认为，每一个小孩都是父母亲所期待的，期待他们的在我们这边呢降生，期待他们的落地，对不对？就生下来了。他呢都是我们呢，而且不只是你，因为夫妻2个人很正常的夫妻生活，那么我们夫妻的爸爸妈妈，所谓的公公啦，有没有婆婆啦？那么就小孩子来讲，他的外婆外公啦，他自己的阿公阿嬷都很期待。你想，有幸福的夫妻，才有幸福的小孩，这样组成的家庭才是幸福的家庭。有幸福的家庭，佛教才有希望。因为佛教的支持者是在家人，没有在家人、出家人就很难去用心的去办道，很安心的去办道，他还要去为3餐烦恼，对不对？所以要有幸福的家庭，才有幸福的佛教徒，才有稳定的支持者。这我认为，我从小到现在，尤其在我结婚以前，我只看到佛教薄薄的一本叫做《佛化家庭》，好像有一个叫常海亮，我现在记得好像是他写的，那非常的简陋，而且提到性生活只有简单2句话，草草就带过。我老实讲起来，在这方面我并没有什么受益。那我自己长大了，一直到我现在快走了，我81岁了，我也不敢呢开班授徒，对不对？来谈说怎么样夫妻怎么样过，佛教徒怎么样过他们快乐幸福的婚姻生活，这个不是我专家。看的是我一直非常的疑惑的是这样子，就是说呢，我们在看到很多人有修行，我发现他们都是年老了。我自己年老又我自己也发现我很不好色了，我还以为我很有修。不好色其实是我体能减退了，那并不一定代表我很有修行。我不好色并不代表我很有修行，这一点呢，我到晚年突然间哑然失笑，说哈哈哈。所以我知道一定还有很多年老的人他是老不修的，
他的心思还是有，我们不能讲说他邪恶了，他呢但是他只是力不从心。那我觉得我们一个佛教徒很可怜，因为师父呢也不太好意思讲，他认为他不太适合，这不是他扮演的角色。所以佛教徒就任凭他们在这个欲海中浮沉。其实要有人来启发的。我们举一个例子了，你没有结婚以前，你包括你的手淫，对不对？这些东西现在都是公开的，而且是必然的，必然会这样做的了。那要怎么样能够减少他的犯罪感？我们以前来讲就觉得，哎呀，我真的太脏了，我真的是不是人呐，对不对？我们现在怎么样来建立这种正常的性观念？对不对？能够，比如这里面当然包含了我们怎么去这个尊重异性，对不对？你不能把对方当作发泄的对象，像这种你要怎么样？第二，平权，婚姻平权，比如说同性恋者，我们要怎么样也尊重？因为我们刚刚讲过，欲界的众生，男的跟男的配成一对，女的跟女的配成一对，我们佛教徒有智慧，一看就知道我们是欲界的众生，一点都不奇怪。所以很多的佛教徒还认为他们是邪恶的，我是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对不对？用点脑筋去想就知道了。还好我们台湾在亚洲里面是第一个尊重婚姻平权的国家。我觉得我做一个佛教徒呢，我觉得是有点光荣，也应该说呢，我们佛教徒都要建立这种正常的观念呢。那我呢，个人来讲呢，说呢，婚姻里面的性生活一点都不脏，没错。它呢是夫妻之间的功课之一，功课之一，也算修行。对，它也可以当成修行的工作之一。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很耐心、很有爱心的去经营你的性生活，你就不会想呢到花天酒地到怎么样，对不对？去做那种迫害婚姻的工作。所以正常的婚姻的性生活有助于佛教徒守住所谓的正淫就正当的性欲。佛教有正淫这个词。对，那你如果婚外情，这属于邪淫了。所以对于正淫，我们佛教徒应该好好的来耕耘、来琢磨、来提倡、来研究、然后呢有专书来让佛教徒也能够好好的上这门课。那我个人以前呢，我在几十年前就有去想到这个问题，但我不敢讲。我认为谁的组成比较好？师父们应该要现身说法。我是怎么样走过我年轻的时候那种性欲的冲动的？对不对？我是怎么样走过的？师父是指出家师父。对，他们来现身说法，他们根据他们的禅定，根据他们深入经藏来收集很多的资料，来引导我们这以后的那些年轻的夫妻们，还有后生小子，那些还没有结婚的男的也好，女的也好，这些佛教徒，所以出家人不能够缺席，对，他们一定要出来，男的女的谁都不能逃避，因为这什么？这能够拯救多少众生呢？你想想看。第二，律师，这你要是呢有婚外情，你就会有什么样？你不同房的话，谁都可以告你，可以怎么样？这个东西，律师可以告诉你，在法律上有多少责任要背负，夫妻是怎么样的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对，律师、心理学家，你这有很多的性变态的，对不对？当然了，佛教徒也不能免于性变态。对有很多对于性的观念不正确，要想去奴隶别人，要想去糟蹋伤害别人，这些东西要有心理学家来辅导。所以我个人认为这3还不够，第4个就是医生，专科的医师，妇产科有妇产科的医师，像男生呢，很多泌尿科的医生，他会告诉你哪些东西也会造成你的性无能，对不对？那么你这妇产科医生他会告诉你要怎么样，要不然你会不孕，
对不对？那么像这种呢，我刚刚讲过的师父，对不对？医生、心理学家、还有律师，最少这4个。如果佛教能够早一点有这样的书出版，我真是众生之福。我记得30多年前，我到美国佛光山，美国的西来寺，那时候我孩子就10几岁，他们呢很贴心，他就请那个妇产科的医师来讲解这东西。那时候我女儿呢才13岁，听了以后我的脸红，而且呢吓得说：“爸爸，他们在为什么讲这些关于性的知识？关于女生呢，要怎么样去保护她自己，他们自己身上的构造，什么讲的怎么样？我讲的，我坐在那边，老实讲。”因为我们生长在比较保守的家庭，我坐那边，当然那时候我也觉得很不是滋味。但是对于孩子，对他们的性教育，老实讲，我很惭愧，我没有尽到我一丝一毫的能力，因为我是羞于启口。在我那个时候，如果我现在81岁了，有人在问我呢，我就会呢有一套能够讲这一套给他们听了。因为呢，我想人之将死啊，其言也善。我认为你没有好好的告诉我们现在讲佛教徒了，这对于佛教徒是一种很大的不幸，而且是很大的，我认为不公平。所以我刚刚讲的，我希望听到的这些人啊，对不对？他们都能够好好的想到我这些话。你骂我大逆不道，这也对于现实的问题一点帮助都没有。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什么事情都要从正面的、健康的。这样来思考，这样来从事，这样才呢真正对于众生有益，而且对于佛教有益。那这是老师对于佛教的性观念有未来的一些期望。哎呀，我这是呢，做了很大的牺牲了。我这启弄出去，不然多少人要骂我了。不过呢，我永远不会后悔的。OK，我讲这个，我再讲一遍。我认为呢，所有的佛菩萨都会觉得，哎呀，世民你讲得好。我希望有很多人专家，我不是专家啦，我也不是学者，对不对？我只是抛砖引玉的，我起个头，要很多人来真正来充实它、弥补它，甚至于来改正、修正它。我讲错了，你应该出来纠正才对的。当然骂我不会有进步的，是其他理性讨论是真的太需要了，太需要了。OK，对，好。那老师刚才有讲到手淫啊，对，那这个就是属于自我戒位的部分。那我就想问老师说，自我戒位呢会犯戒吗？比如说看 A 片，或是说看色情刊物之类的东西。问到这个东西，这算属于正淫吗？不是这个我就很难回答了。我们如果从广泛来讲呢，如果你是关起房间的，自己的，你这个不犯法，我只敢大声讲，这不犯法。但是你看 A 片看什么东西，这种东西我是不太提倡，不太提倡。居然，因为我尤其是结过婚的夫妻，我是不赞成常常看 A 片的。是哦，因为会影响到你正常的性生活。因为 A 片里面它都是比较夸张的，它是在表演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啦，我是不赞成青少年呢常常看。我只能这样，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老师个人想法。我呢，就佛教界来讲，因为你所看过这些，都会在你的80田中种下那些种子。我举一个例子的哈，虽然不相关，但太有关系了。我第一次打麻将的时候，我第一次打麻将的时候，因为我不会。所以我那天晚上呢，整个脑海里面都是麻将。第二天我在开车的时候，经过红绿灯的时候，竟然把那个红灯看成一桶，知道我意思吗？着迷了吧？不是，就是着迷了，执着了。那在你的脑海里面呢，就盘踞不散。OK， 同样的举一个青少年还没有结婚的，或是夫妻，他们经常看这种A 片的话。经常看呢，就会呢在脑海里面呢根深蒂固。你的刺激没有超过 A 片的话，你就很难所谓达到所谓的满足，那就很糟糕了，那就要命了，对不对？那有的人就因为这样希望
你自己的配偶也把它变成了好像是表演者一样。那这样子嘛，这个代志就大条了。那搞到最后可能就离婚收场。我大学的群组里面是有人就喜欢泼这些东西，讲那些怪的东西。那在我美国的女生呢，她就从那边来抗议。他们就女生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群组里面不要出现这些东西。天哪，男生都是开玩笑的，因为他无所谓看什么，你讲什么东西啊，他都无所谓。可是，在公众群组这样很不 OK。他就讲到说，他们以前因为夫妻也喜欢看这个，弄到最后夫妻受的伤害非常大，弄了好几年，去看了很多的心理的医师。才摆脱这种梦魇啊？什么伤害？是说丈夫是给她的压力吗？那就是对自己的丈夫、对自己的太太就是没有兴趣了。对不对？对不对？这变成那样子，那是糟糕了，是不是？很多。所以我那同学呢，那我呢，只是到最后是我也泼上一堆油，我赞成某某他呢，这样的现身说法，他这样的说法。我认为我们应该大家给他尊重。后来我们那个群组就把所有东西呢都拿掉，而且从此男生也收敛点。那我是提供他们啊，我们现在都80岁了，我们这些男生现在还喜欢讲这些有的没的，要那种精彩有的啊。现在80岁还会讲这些有的没的？对，他们自己形成了一个小的群组，让他们就是呢。这就是讨论什么东西了。那么呢，我这个要跟他们谈佛法，竟然没有人有兴趣，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不过没有什么好笑的，欲界的众生，不但是我们若以佛家来讲，生生世世都是好色的，我们生生世世好色才会来投生在欲界啊。就有种直男，不管10几岁还是20几岁，而且我看到那个在网络看到的那个。太监就是中国人，有一个医生呢，他最后就是用到了几十年前呢，最后一批太监还有20多个人，他们有接受去采访，最后去看，他们虽然呢搞完已经去除了所谓的去世，可是他们的脑海中还是存着有一点某些的性幻想，还是有些了。所以你看那个有些太监，他也要娶个太太。虽然他不，但是他也要上，就是表示说那是，他一生的缺憾呀，怎么样？我不是心理学家，我就不知道。我这意思是讲，我们欲界众生，就算太监，我是看到了网络它里面讲，他也有一点这样，存有这样的一种残留的小欲望。那我不晓得他那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为什么到了他年老的时候，为什么可能看到皇帝啦，看到怎么样？他能卿卿我我的引起他们的某些的本能呢？我不知这方面的那个我觉得看 A 片跟自慰这些事情，感觉就是还是看个人怎么去正当的用这些事情。这样是因为以我来讲，我也算小有知名度，我也不宜谈太多。OK， 因为这一集你要谈这个东西，我就呢犹豫再三。但是这个刚好说中了我的隐忧。我是认为有很多真正的专家，他们来讲，好，这一定要讲的。你放在那边呢，没有阳光的地方，一定会发霉、会发臭的。佛教里面就有很多发霉、发臭的，对不对？我们要把它摊开来讲，就是说，当你觉得不行的时候，你可以还俗，尤其男生准许7次的还俗。就是觉得自己控制不住了，那就还俗。像我所尊敬的师父之一，佛教的所有的海潮音呐，这些的叫做广慈法师，他中间就还俗了。他102岁的时候，我还有在3义还碰到他。我从10几岁的时候就跟他认识，在我舅舅陈仁和居士的家，那时候他常到我们家来。那他呢？就是尘缘未了，他中间回来结婚生子，然后呢，他呢又到他当时就讲，我还要再回来，我等到把这些处理完以后，还要再披起僧人的服装。我个人呢，我对他我并没有
因为这样子有什么样的维持、批评或者瞧不起他永远在我的心目中都是一个伟大的僧人，他是很好的一个出家人呢。了解。小见一茶无伴我闲度日，细看遍了花开与花落，又历尽了聚散和离合，初心本无常，诸法缘无我，打坐且观想，智慧渐明了，用心过生活，静待净土的消息。打坐且观想，智慧渐明了，用心过生活，静待净土的消息。那佛教会有年轻人情侣没结婚之前不能有性行为之类的戒律吗？那会讲到这个是因为我有一个蛮虔诚的基督教朋友，那他们家呢就是很浓厚的基督教氛围的家庭，他自己本人就我朋友也是大概年轻人20几岁这样，然后他自己本人就是很遵守说不能婚前性行为。觉得他比较厉害的是对，用厉害，因为我觉得这都是个人选择。那我觉得他比较厉害的是他们连还没结婚前的情侣交往他也不能接受，就是可能在公众牵手亲吻这样。那他们2个小年轻的情侣之间彼此都会尽量遵守这些戒律，就是亲亲啊，就是不能亲亲哦，一开始的时候甚至是不能亲亲也不能牵手，然后身体接触尽量避免。然后他说他的弟弟也是一开始还没跟他老婆结婚的时候，还在交往的时候，他们也是尽量不亲亲。可是后来亲了之后呢，他弟就跟我朋友说他有点回不去了亲过之后就回不去了这样。所以他们遵守的就是结婚前都不要有性行为，那就是为了要避免受到诱惑这样。这个就问倒了我了因为佛典里面在我了解里面并没有讲到说结婚前要不要有性行为这样的一个问题了不过佛教既然有所谓的正淫呢，是就是他不要有不正当的那邪淫不正当的。那么呢，我们再来看看婚前的性行为呢，在我个人看比较不正当，在台湾呢，在我们东方人来讲呢，因为婚前的性行为常常是比较出于冲动的他比较没有深思熟虑的，那往往生下的小孩变成无辜的，因为你在婚前有性行为，就会制造很多的社会问题，像私生子，对不对？找不到爸爸的，而找不到妈妈的，而且那个在婚前生下的小孩，往往呢不是被祝福的，这才要命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了所以呢，我个人来讲起来了我也比较反对呢，在婚前呢有性行为，最少你要订婚以后再慢慢去讨论我妈呢是比较保守，我妈就是常常告这一句话，你若不要给人娶，你就不要给人牵手，意思讲说，如果你不是真正要娶她为做你的太太，你连她的手你都不要碰 OK， 这有她的道理的你想呢这个婚姻里面有很多，有的人是有目的的，有的人是为了报复的，对不对那么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比较冲动了，经不起了那握个手你都有一点呢，这个热血都沸腾起来了，何况接个吻已经死了一半了会这样讲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认为说呢再好好的交往很重要，因为你要认清这个人适合不适合当你的太太，对不对那么呢这样的父母呢，我们认为父母应该要稍微指导小孩，就是说你将来要娶的太太，因为你个性比较强，对不对？如果你再找一个很有主见的，那2个一天到晚只有吵架对不对那所以这个个性有时候就是需要有点互补，对不对？比如说我吃素，今天假设呢义乳他没有吃素，对不对那我相信我们就很难呢白头偕老了，对不对比如说义乳呢他很有布施的心，我种的牛奶果呢
黄金果，我自己的没有吃2颗啊，我种了40几棵，他全部拿去送人呐、对不对？如果我事先呢也是很吝啬的话，我承认我没有他那样的广阔的心胸，对。但是如果我是极端的吝啬的人，那一定会常常吵架。没错，对不对？所以像这种的话，你夫妻要在一起，对不对？你在想什么，希望他也能够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他也能够知道，这样子才能长长久久的。所以，虽然佛典里面我没有看到说婚前可不可以有性行为，但是我还是的哈。老师个人对，对我个人还是认为说比较不适合。如果你一定要有，请记住。一定要有安全的防护，没错。你没有安全的防护，你会制造很多的问题。那么，如果要讲另外一个，我就很坚决讲，佛教徒反对堕胎啊，是哦，对。可是他堕胎是堕什么样？杀生呢？杀生呢？可是如果因为现在产检会有那种说可以检测说，比如说你1个月还是几个月啊？一样的。没有，如果他说有疾病的那种呢，就是他那另当别论。另当别论。所以我说才在讲的。律师这些东西，这里面牵涉到法律的，牵涉到妇产科医师的，有没有？要怎么样弄才不会？像我的学生里面就有怀孕了去打掉，结果他们2个结婚了，那时候可是呢，女生可能是子宫了，是怎么受到伤害了，所以就不能再生育了，是不是造成不想有的时候有了，想要有的时候永远不能再有？像这种呢，就是造成一种缺憾就不好。可是刚才讲的说，反对堕胎是建立在胎儿正常的状况下，这样。如果真的有病，我的学佛法门里面，我是赞成把它拿掉的。譬如说他有脑残的，对不对？很多东西，因为他生下来，社会要付出多少的这样的一种呢成本，而且对那个小孩，他生下来的残缺不全，对不对？比如说没有眼睛，没有那个，对不对？缺一只手的，对不对？像这种的话，我个人不赞成把他们生下来。我个人是不赞成。那如果是正常的话，我希望能够有防护的措施。是，有这一点一定务必要做到。好，自己有蛮多老师个人的想法。对，好，那都代表我个人，不代表佛教。再说一遍，就是老师他个人的我师父他们没有给我任何的教导。对，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给我任何的祈祷，所以我才这么在这里能够大放厥词。好的，对，好。那有一件事，不知道老师知不知道，但是还是问问看，就是直说无妨。出家人是怎么解决性需求的呢？因为就像老师刚才讲的嘛，就是这点我不知道了。对，我不能够呢代替他们，我不能够替他们来回答。了解。但是，所以我才讲说，出家人他们应该把他呢，我相信他们经过挣扎的。是。他们要怎么样走过这段路来坚持他的道心？我认为对于他呢，走在那后面，他的徒弟也好，或者一般的信徒也好，他自己应该要整理出来一个非常理性的、非常完整的一个思绪，他才能够指导很多人。因为这个太重要，因为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是欲界的众生。这个欲界的众生，这种欲到了81岁还会困扰着你。81岁还会对，还会困扰着。81岁呢，还可以再结婚呢。你看那个老人院里面那些80岁的老人还争风吃醋，还打人，还杀人呢。真的，所以他们也有这种性的困惑。你还是要呢有这种正确的能够去指导他。你们以为说老人只是给他吃就结束了，对不对？只他念一个阿弥陀佛就解决了，没有这么简单的。真的假的？真的，这里面一定有慢慢去疏导的。而且呢，这种性的观念呢要正确的，有很多呢他的观念错了以后他就变成变态的，变态的越危害社会无穷了，太大了这个。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定义佛教中的不邪淫呢？它是正常的夫妻关系。可以，情侣关系可以，买卖的不行。买卖是说叫押？对，你到那个就是你这招妓了，招妓的这个不行了。然后呢，比如说有的人觊觎别人的太太，
朋友，人家中国人就讲的朋友妻不可戏，连戏都不行啊，你还要硬上床，这简直太可恶了。我有很多故意的，我跟你讲，我的同学中间是有很多他们的太太还被人家拐走了。被谁拐走？这个有的是被同学拐走了，有的是被他的自己的学生拐走了啊，学生。OK， 对，是这东西。我跟你讲，欲界众生这个欲望一起来的时候，没有话讲的，颠三倒四，乱七八糟的感觉。这个东西呢，你想象，它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我们不能让它呢，没有阳光，就是呢，在阴暗处这边发霉发臭，不行。我刚刚一直讲过了，这个东西应该要把它摊开的，因为我们是欲界。你现在我们在年轻的时候，20岁的时候。那欲望多强啊！30岁多强啊，对不对？不像到现在81岁还可以坐着天天念佛，那是经过了几十年的煎熬。可这几十年要有人来协助，要有人来引导。我希望呢，佛教界，因为我这样子的，我是呢不惜牺牲了，我几乎快完了，对不对？我讲了很多人认为有道理的。就应该要重视这件事情。你不是说你不管它就结束了，它就解决了，一点都没有解决。好，我们这集差不多也可以录到这里。那最后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有什么案例之类的？最后就讲到说，我们叫正面的、健康的，对不对？我们的这一集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更幸福。你有结婚的，对不对？性是美好的。愉悦的，没有罪恶的，不要把它想脏了啊！正常的婚姻关系，像释迦牟尼，他也可以成佛，他呢，儿子照样可以成为佛陀的10大弟子，而且非常的优秀。所以在家人学佛，那基本上只要不邪淫是正一夫一妻，对，正当的性行为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要尽到自己的责任。正当的性行为都是没有问题的。对。好，没错，因为李老师毕竟是在家居士，我们本节目的回答的问题就只有关于在家人的，我不能替他们解答，对，关于在家人的问题。我希望他们出来能够帮助很多后进，就是比较年轻的师父们，也能够平平安安的走向修行的道路。因为要不然其实社会上都很多佛门那对了，那就是因为没有人关心他们。我认为他们是很可怜的，是很不幸的因为这些问题不会自己解决，就是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所以所谓的高僧大德、有慈悲、有智慧的人，应该勇敢的站出来主持一个会议也好，商讨也好，甚至于在佛学院里面，在佛学系里面，在宗教系里面开一门课。现在我们不是像曹林有没有？他不是就有性学研究所了吗？对，还有性学的博士。这边稍微更正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板是性学硕士，不是博士，差点把他升了一阶了。那么这个东西在我们以前惊世骇俗，但是我们现在呢，认为呢没有什么样。虽然我还不敢呢接受那个曹林他的访谈，这我不敢，对不对？那但是呢，我是肯定他们的，他做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对社会、对佛教有帮助的。老师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我们前面呢谈了一些话，但是呢，可能有些人也会误会，因为毕竟我们这时间很短。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呢，一般人尤其是佛教徒，把这个性呢，把它看成好像洪水猛兽呢那样的可怕。其实呢，这个性呢是人的一种本能。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3界里面的欲界的众生，欲界众生本来就离不开性欲跟饮食欲。因为没有饮食的话，人呢3天5天就会死；没有性欲的话呢，这个地球所有人类也会灭亡。所以我们晓得佛教其实是站在一个所谓的中道的立场。比如在家的人，他们呢不能没有性生活，但是呢不要纵欲，不要放纵，没有纵欲。佛教有一个比喻了，
所以说呢，像那个拉胡琴一样，那个弦啊，那个弦不能调太紧，调太紧的话呢，它会断。如果呢完全不调的话，它太松弛呢，也没有办法拉出那个声音来。所以我们晓得了，佛教呢所有的经典里面都讲到说少欲无为。少欲就是你要节制，你不要放纵。那并不是叫你要断绝的绝，不是叫你去绝欲，提倡中道啦，中庸之道。OK， 那感谢这集老师的谢谢的付出，谢谢，不敢，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从中间得到一点小小的启发。谢谢大家。 OK， 好，谢谢感谢林老师。好的，好，那我们下集再见，拜拜。